这两个人被困在了同一个监狱里。从外部看，这个监狱是一个巨大的村民，但其实它是由基岩构造的。他们会如何逃离这个监狱呢？游戏开始，小海被困在了岩浆中的一片平台上，他检查了周围，没有任何可用的东西，只能看见泰迪被困在脚下的房间。而泰迪这边有一个展示框和船，他从展示框上取下船，想要继续往前走。但是通道却被岩浆封锁住了，泰迪只能返回另想办法。房间里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物品，但是如果能够把船给到小海，小海也许就能够利用船跳过岩浆。他们现在隔着一层基岩，泰迪要如何把船给到小海呢？他试着直接扔，但是隔着一层方块是扔不过去的。这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船传递给小海呢？很快泰迪就想到了办法，他把展示框和船都放在基岩顶上，当打掉船，船会落在基岩块里，掉落落在实体方块里，它会在方块的内部上升，直到遇到空气为止。也就是说，这样就穿过了基岩，落在了小海的背包里。小海拿着船就可以瞬间跳船通过岩浆了。通过之后继续往前走，发现了一格的洞里有着向下流着的岩浆，岩浆里没有任何物品，只能继续进入下一个房间。想要通过这个房间跳到上面，必须要跳3格的高度，或者有足够多的垫脚石。他只能向后查看有没有什么物品，发现了一个熔炉，仅仅一个熔炉当做垫脚石肯定是不够用的，整个房间也再没有其他可用的东西。而在泰迪这边，他正好被1格宽的岩浆阻挡住了去路，所以小海只能用熔炉试着把岩浆堵住。果然泰迪这边的岩浆慢慢消失了。泰迪得以继续前进，进入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发现了一瓶跳跃药水，而继续往前则是一个很高的深洞，使用这个跳跃药水是无法跳过去的。但是如果把跳跃药水给到小海，小海这边只需要跳3格高。那么问题来了，要如何传递这个跳跃药水呢？很快泰迪就想到了那个阻挡住岩浆的熔炉，他把药水放到熔炉里面，这样小海就可以从熔炉拿到。但是跳跃药水其实只能够跳2格高的高度，他要如何跳3格高呢？很快小海就想到了一个只有老玩家才知道的方法，他让自己着火，这样就会跳高1格。就这样成功来到了下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出口仍然是被封锁的，但是有一个按钮，难道这个按钮能够打开这道门吗？门并没有被打开，但是泰迪这边却传来了好消息，有水从上面流了下来，他顺着水流成功进入了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有一层树叶，墙角有一个拉杆，在房顶的洞里好像还有水的样子。他聪明的把图样品质设置成高品质，发现树叶下面全都是发射器。泰迪挖开了墙角的一个树叶，但是发射器根本不在可触及的范围之内，房间里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可操作的地方，他只能拉下拉杆。拉下之后，小海这边房间的门立即被打开了，但是泰迪这边发现发射器里面全都是岩浆，树叶开始慢慢着火。小海必须要尽快的想到办法救出泰迪。他在新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铁针、一个工作台，还有一个锻造台。就在墙洞的箱子里发现了3叉戟、木棍、钻石、下界合金锭以及激流附魔书。很明显，这是要使用附魔激流的3叉戟飞到上面去。但是给3叉戟附魔需要消耗4级的经验，要如何获得这4级的经验呢？泰迪这边树叶已经被烧掉了一大半，小海需要尽快的想到办法。他现在身上的物品可以合成的只有3样东西，到底应该合成哪一种呢？只见他想了半天，竟然合成了一个锄头。这个锄头有什么用呢？他把钻石锄头锻造升级成了下界合金锄头，竟然完成了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终极奉献成就，自己的等级也直接升到了7级，就这样成功给3叉戟附了魔，并且使用3叉戟飞到了上面的一个房间，向右边的墙洞中扔了一些物品，但是泰迪这边仍然没有反应。之后又使用3叉戟瞄准了左边的按钮，这时候泰迪房间的水流才被释放下来。就这样泰迪顺着水流来到了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只有一个向上的指示箭头，而小海这边由于按下了按钮，也有一个水流流了下来，他也顺着水流进入了下一个房间。在新的房间，小海找到了一个钓鱼竿，还发现了一些被困的僵尸，墙上的一块细雪，还有一个用符肉可以交换靴子的村民。泰迪顺着箭头发现箭头的上方就是小海所在的地方，小海使用钓鱼竿向泰迪扔了过去。就这样泰迪被只能用一次的钓鱼竿给拉了上去，他被拉到了小海上面的一个房间。如果要继续往前，必须要跳跃岩浆。他收集了房间里的物资，发现有一些木棍、铁锭和石台阶，可以合成很多的东西。到底该合成什么呢？之后他们又发现从一个缺口可以互相的看到对方。小海让泰迪合成了一个水桶，然后捡起泰迪扔下的水桶，用水桶取下了细雪，把细雪放进僵尸洞中，僵尸很快被冻伤而死，就这样成功获得了腐肉，然后跟村民交换得到了皮革靴子。但是要如何把靴子给到泰迪呢？
直接扔是扔不上去的。很快泰迪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用剩下的物品合成了一个盔甲架。小海之后又交换了一个皮靴，他自己穿了一双，踩到细雪上，跳起来把另外一双放到了盔甲架上，就这样泰迪也成功拿到了靴子。小海在下面放细雪，泰迪成功跳过了岩浆。就这样进入到了下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他们也成功的相遇了。他们两边分别有一个村民，一个是可以用讲台交换血统，另外一个是泰迪这边的。泰迪这边还有一个深洞，深洞的底部是一个压力板，小海利用细雪跳到上面，发现有一个门，虽然有压力板，但是站在上面并不能打开。他只能又回到了下面的房间，把身上的告示牌给了泰迪。泰迪拿着告示牌交换出了12个甘蔗，并且拿着小海的细雪，发现上面的门必须有2个人同时站上去才可以。但是现在2个人总共只有1桶细雪，必须要再交换出1桶才能都爬上去。之后他又用洞口的这个告示牌交换了更多的甘蔗，然后把盔甲架扔到了洞中，竟然生成了一个村民。但是这个村民没有任何职业，根本无法交易。要如何让村民获得职业呢？小海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用血统交易出了一个讲台。泰迪拿着讲台放到了村民的旁边，就这样村民变成了图书管理员。泰迪先把甘蔗合成出了纸，用纸跟图书管理员交易，获得了一个绿宝石，然后又用一个绿宝石买了一个细血桶。之后小海也把讲台重新换回了细血桶，就这样他们利用细血桶都爬了上去，同时站在了压力板上。2个人第一次成功汇合了。之后他们继续往上，发现了大量的 TNT， 而远处的告示牌上竟然写着只有1个人能离开，原来是因为必须有1个人踩着压力板，出口的门才会打开。最终泰迪选择了牺牲自己。 Wait, Teddy, there's gotta be another way. There's no other way. Just go. But promise me one thing. What is it? Find out who put us in this prison and get revenge. Alright, Teddy, I promise I will. I won't forget this. Thank you. Goodbye. Goodbye. 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 did for me, Teddy. Never. Bro, what were you doing in my prison?